Google Pixel 7 Pro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别人吹过谷歌相机这个 APP 啊？反正我们节目的留言下边总能出现它的名字。那么今天要聊的这台手机呢，就是谷歌相机的本体 Pixel 7 Pro。这台手机呢是远在海外的北辰先生给我寄过来的。因为我们去年一整年都没有聊过这台手机，而且年底的颁奖节目中呢也没有出现它的身影，于是北辰就非常不服气，他问我，那作为聊影像的节目，你们怎么能不聊这台手机呢？我说这有什么可新鲜的，就没钱买不起呗。他一听，买不起是吧？我给你寄。于是他就远隔千山万水把这台手机寄给了我们。哦，而且还不是这么寄过来的啊，还是这么寄过来的，牛逼！希望广大网友多向他学习。那么作为聊影像的节目呢，每期我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，拍得不好抛砖引玉，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就是这台手机所拍的啊，不过摄影环节的照片呢，是台手机就能拍，不光它能拍，关键的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才行。那么下面呢，就都是测试环节了，欢迎收看这一撇子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下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它的影像表现吧。Pixel 7 Pro 后摄3颗镜头，主摄、超广角，还有一颗5倍的长焦。拍摄界面呢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但是2倍焦段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这台手机是没有2倍的光学镜头的。点击屏幕之后，出现了与其他手机不同的地方，它有3个画面调节选项。左上呢是正常的加减曝光，右上呢是单独调节暗部的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在亮部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调节暗部的细节，比如说剪影效果呀，或者让暗部丰富一些。下方是色温调节，这点我比较喜欢啊。数码相机时代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调节色温来记录拍摄时候的心情啊，可以记录每张照片当时我想拍的暖一些啊，还是冷一些啊，这点还是很不错的。那下面就来看看这台手机每颗镜头的光学表现了，咱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主摄感光器的参数都列这儿了，但是有一点要说一下，虽然说它有5000万像素，但是和其他手机不同，它只输出1200万像素照片，也没有手动的高清模式选项。那么这个原生5000万像素只是用在数码变焦上，这一切呢都是由 AI 来决定。从主摄的实拍样片上看，颜色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各位，你们觉得这个颜色眼熟吗？那中心画质还不错啊，有点锐化，边角画质呢有些下降。放大看的话，是不是也有点眼熟呢？没错啊，很三星。再放一张主摄的样片，颜色依旧不错啊，依旧很眼熟。中心画质依旧不错，依旧有锐化，边角画质依旧有下降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硬件参数上很一般啊，原生像素就1200万，就更甭说有高清模式了。等效焦段还不错啊，13.5毫米，还是比较广的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颜色没有刚才主摄那么浓艳了啊，当然也跟环境有关系啊。那中心解析力依旧是有锐化啊，可以明显的看出来，边角画质下降的也比较明显，主要是下降的面积、下降的区域有点大。在光学问题面前，计算摄影的高手也是解决不了的。再看一张超广角的样片，这回颜色鲜艳多了啊，但是色调还是很沉稳的，我比较喜欢。中心解析力方面还是有锐化啊，边角画质依旧是有下降。这台手机拍摄微距也是用超广角来拍摄的，但是呢，它也没有手动选项啊，就是靠近物体之后自动切换到微距模式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效果还是不错的，最近对焦距离啊、放大比啊都很理想，而且成片率也挺高。
再看中长焦镜头，现在看的是5倍镜头的参数，4800像素，但是它跟主摄一样没有高清模式的选项，它的高清模式呢都是用在数码变焦上啊，都是 AI 来决定。那咱们先看看主摄跟2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那毕竟拍摄数码变焦的时候有 AI 来决定是否调用高清模式嘛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，你还别说啊，2倍数码变焦的解析力确实强于主摄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和3倍数码变焦的对比。你还别说，在解析力方面，3倍数码变焦优势很明显啊！难道这主摄的5000万高清模式这么厉害吗？并不是，3倍数码变焦用的是融合算法，中心是5倍镜头拍的，四周是1倍镜头拍的，可以看到解析力的差距非常大啊！老实说，我个人是不喜欢融合算法的。现在是5倍光学镜头和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。10倍呢就会调用5倍的4800像素高清模式，拍完再裁切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可以看到10倍的优势并没有啊，而且10倍还出现了伪色。人像拍摄这块，这台手机默认是用主摄来拍的，当然你也可以切换到2倍的数码变焦，但是它的2倍数码变焦拍摄的效果还真没有主摄直接拍人像好啊。当然了，这台手机是有专门的人像模式的，只不过在美颜方面呢很轻微啊，几乎没有，就是很还原，很自然。前摄拍摄的效果我觉得也不错啊，这个不错主要指的是肤色还有整个照片的色彩啊都挺好。那至于美颜的效果嘛，我觉得跟人像模式的差不多啊，没有什么美颜，就是规规矩矩的还原。前摄录像这块我觉得也是挺好的，当时呢就是走路手持拍摄的，有直播需求的朋友可以看一下，色彩呢跟前摄直接拍照的色彩是非常相近的啊，这点挺好，防抖做的也不错。再看夜景拍摄，你别看这台手机很多地方都是 AI 替人来做主，但是夜景拍摄上这台手机把主动权又还给了用户。哎，没错，它没有讨厌的自动夜景，如果你拿起来就拍，那就是直出，多暗的地方都是直出，按下快门就能成像。如果你选择夜景模式，它才会尽量的拉长曝光，这才是大厂应该做的事情。那先看第一个场景，有强光，有阴影。那这台手机的表现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是不错的啊，暗部跟亮部的细节都挺丰富。同样的，第二个场景也是如此啊，注意看啊，暗部的细节跟亮部的细节都是非常丰富的。那这个场景压力稍微大一些啊，因为亮部跟暗部的反差更大了。注意这亮部的炫光，大家看着是不是还是有点三星的感觉呢？下面2个场景压力就更大了一些，因为亮部跟暗部的差距更大了，那亮部贼亮，暗部是贼暗。可以看到主摄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但是超广角已经快跟不上劲了。但是要注意啊，现在还都是直出。这个标本场景老观众应该很熟悉啊，因为它很极限。主摄的表现还不错，暗部能按下去，还有细节。超广角的直出是真跟不上劲了。再来一张暗光下城市道路的表现啊，主摄依旧不错，有夜景的氛围，暗部细节还挺多啊，超广角都有点糊了。从祖传神树开始就打开夜景模式了，因为非常的暗了。主摄的表现依旧非常到位啊，非常清晰，细节呈现非常到位。超广角嘛，也已经糊了啊，跟不上劲了。减震器场所主摄的表现依旧强悍啊，细节呈现还是非常到位的，而且这个锐化的感觉也很像三星啊。那超广角还是很勉强在支撑。没有开灯的女流氓小巷是非常的暗的，主摄暗部细节呈现也已经快盯不上劲了。那超广角放大看的话，就是糊成一片。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， 虽然说主摄的表现依旧还是很清晰的，但是树的阴影部分，就是最暗的部分已经没有细节了。那超广角的表现嘛，这么暗的地方谁用超广角拍呀？真是。视频录制依旧采用的是手机默认设置1080p 30帧，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也是这样。主摄的表现防抖稍微差一些啊，当然这是默认设置，我们用的都是默认设置手持拍摄，清晰度还是不错的。超广角录像的表现防抖方面明显比主摄强了很多啊，清晰度也没有问题。现在是2倍端的录像表现，2倍的就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拍摄的，可以看到还是稍微有些抖啊，可能也是因为寒风中我的手比较抖。3倍端录像也是主摄来数码变焦拍摄的，可以看到清晰度下降的比较明显，当然了，防抖呢也还是有点抖。5倍录像的表现当然就是用5倍镜头直接拍了，清晰度是没问题的，但是防抖方面还是稍微有点抖啊，那可能就是我手抖吧，因为当时太冷了。夜晚主摄走路的防抖表现可以看到鬼影是有的，清晰度是挺高的，防抖跟白天差不多，但是轻微的鼓动效应比白天明显多了。超广角夜景录像的表现跟超广角夜景摄影的表现是一样的啊，就是有点盯不上劲。
工业设计方面，老实说，这台手机我拿到手之后，感觉它的真机是比图片还有视频上看起来更精致啊，做工更好。尤其是后摄区的造型我很喜欢，看起来很简约、很结实、很耐用，和整体后壳的配合，我感觉就是挺和谐的啊，这个感觉很奇妙。屏幕的表现不用担心，用的就是当年三星最顶级的屏幕，无论是户外还是室内的显示以及清晰度啊、色彩都是很不错的。那至于这台手机的处理器啊、性能这些，我是懒得说的，毕竟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。那么下面我们就直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Pixel 7 Pro 作为传说中的谷歌相机的本体，作为计算摄影的代表，它的表现大家满意吗？我觉得还行啊，确实挺强，但是能跻身最强行列吗？那老观众看完我们的标本场景啊，就算没有对比，心里也应该有答案了啊。没有答案的朋友也没关系啊，后面还有更详细的对比视频，关注我们就能第一时间看到。主摄的表现不错啊，我喜欢它的色彩鲜艳而稳重啊，我喜欢稳重的。但是没有高清模式选项啊，只能拍摄1200万像素的照片。超广角的视角不错，比较广，但是镜组的光学质量嘛不能说极致啊，就说优秀吧。中长焦的表现也就说优秀吧，也不极致。寄予厚望的计算摄影在这个环节也就是主流水平。微距的表现不错啊，人像的表现由于力求还原啊也还成，前摄也是如此。夜景的表现挺好，但还不算极致，老观众应该已经看出来了，而且后面还有详细的对比哦。录像的表现，主摄的清晰度很好，防抖欠佳，夜景的录像表现也是如此，超广角的夜景稍微弱一些。OK， 到结尾了，那看完上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一些帮助，也希望您能支持我们啊，记得点赞加关注，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